什么？你要杀我们？听得楚风之话，远古精灵们皆是大感吃惊。他远古精灵在五之圣土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连人族与妖族最强的势力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们，只有他们杀别人的份，有谁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那简直就是找死。可是眼下，这个来自那个梅洛势力青木南陵的同辈中人，竟然要杀他们，这自然叫他们难以接受，甚至怀疑自己的耳朵有问题。听错了，什么叫做吃了雄心豹子胆？在他们眼中，感动他们的人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那绝对是活够了的表现。然而，就在他们感觉震惊不已的时候，楚风却是突然出手了。风魔剑在楚风的手中甩动，道道蕴藏着恐怖威力的光刃便飞掠而出。而在道道半月形的黑色光刃飞掠之际，楚风手中的风魔剑顿时化作杀人不眨眼的恐怖凶器。只是眨眼间的功夫，几十位远古精灵就有近半死在楚风的手中，不止形神俱灭，连本源都被吸了干干净净，死的可谓是彻彻底底。原来你们也不过如此，能够来到这个水位，应该是特殊的血脉帮助了你们。在斩杀过哪些远古精灵后，楚风的眼中也是浮现出一抹讽刺的神色，因为楚风已经发现，这些远古精灵也并非想象的那么强悍。除了先前斩杀秦广的那位是一个3品武王之外，大部分人也只是2品武王或1品武王而已，甚至还有一部分与楚风一样，是5军巅峰的境界，传承自远古时代，掌握着特殊血脉，天天可以享受远古仙池的滋润，却只是这种实力，未免有些说不过去。至于他们的战力也是不强，甚至除了那位3品武王，大部分人都未必是秦广的对手。所以楚风觉得，远些古精灵之所以能够下潜到这个水位，完全是体内的血脉之力帮了他们。若是抛开背景的支撑不谈，只论真正的修武天赋，他们未必强到哪里去。你可真是好大的胆子，不但敢斩杀我远古精灵，还敢出言侮辱我远古精灵，我非要将你正法不可。楚风的所言所行已经引起了远古精灵的暴怒，眼下在那位3品武王的带领下，剩下的远古精灵纷纷祭奠出了他们独特的王兵，并且释放出凶猛的武力，布置出一种强悍的阵法，向楚风围攻而来。这一刻，乃是远古精灵第一次向楚风发出真正的攻势，那眼花缭乱的光刃宛如密不透风的大网，夹带着死亡的气息向楚风包裹而来，想要取走楚风的性命。这样的攻势真可谓不凡，至少寻常的1品武王根本无法抵挡。但是奈何他们面对的可并非寻常的武王，而是楚风这位来自天外的天才，无论是天赋与战力，楚风可都在他们之上。只见楚风手中的风魔剑猛然挥动，这方水域都是为之起伏翻腾，隐藏在其中的王级武力更是尽数为其所控。最终楚风的风魔剑猛然一指，只听得一声巨响，那远古精灵所凝聚的阵法攻势便被轰击得支离破碎。楚风只是一击便破了他们的攻势，并且楚风这一击不仅仅是将他们的攻势瓦解那么简单，还使得大部分远古精灵身体爆裂，直接死亡。此刻还能活下来的就只剩一人，那便是先前将秦广斩杀的3品武王。不过哪怕是他，此刻也是满身鲜血，身负重伤。眼见大事不妙，那远古精灵猛然转身，施展出一种特殊的身法武技，便想要向水域的深处逃遁而去。想走吗？远古精灵此处的掌握者原来也不过如此。可是谁曾想，那远古精灵刚刚施展出身法武技，一条巨大的青龙便飞速掠过，横在了他的前方，封住了他的所有退路。而站在那青龙之上的正是楚风。这竟是秘籍，你究竟是什么人？只是1品武王，不可能有着这样的修为。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究竟有何意图？我远古精灵与你有着什么深仇大恨？你竟这样攻击我们！看着那脚踏青龙，手持风魔剑的楚风，那位远古精灵当真是慌了。不仅他的身体有些颤抖，就连他手中那由远古精灵的高手所打造的上乘王兵都在颤抖。这种情况下，他先前的傲气与狂妄全都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恐惧与惊慌。因为他不仅意识到了情况不妙，更是觉得楚风的战力很不正常，所以他觉得楚风绝非表面这么简单，妄自猜测楚风一定是哪位修武高手，易了容，换了装，隐藏了修为，专门来对付他们的才对。原来你也会害怕呀！楚风微微一笑，手握着风魔剑，踏水而行，向那远古精灵一步一步的缓缓靠近。你要做什么？眼见着楚风靠近，而四周又皆被那青龙巨大的身躯封锁，那远古精灵可谓恐慌到了极点。在他的眼中，那在向他靠近的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面带和善微笑，实则凶狠无比的恶魔。不做什么，想要看看你们这些阴险狡诈的远古精灵究竟长成什么模样。突然，楚风的手掌猛然探出，抓住了那远古精灵的绿色长袍，随后大袖一挥，便将那绿色长袍给摘了下来。这一刻，那远古精灵的真容也是浮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身材偏瘦，但很高挑，白皙的肌肤宛如女人一般，甚至白得有些过分，而黄色的头发更是金灿灿的。最主要的是那绿色的眼睛，配上精致的五官，这位远古精灵竟然比那美男子的元清还要美。从外表来看，除了头发以及眼睛的颜色与人类不同外，远古精灵与人类没有太大的差别。若真要说差别，那便是他们的耳朵，他们的耳朵竟然是尖的。这个容貌还真像是一个高贵的种族。当看到这位的真容之后，连楚风也是眼前一亮。但从外表来看，远古精灵倒的确有些不凡，至少那种独特的气质是寻常人类所不具备的。不过眼下这位远古精灵可没有给楚风留下什么好感，尤其是他那恐惧的眼神，还有颤抖的身体，让楚风觉得在高贵的种族也有着寻常修武者相同的特征，那便是欺善怕恶。所以
楚风的手中的封魔剑猛然一挥，只听扑哧一声，那位远古精灵便死在了楚风的手中。外表再美，也遮掩不住内心的你这种家伙该杀。在斩杀了那远古精灵后，楚风才说出这句话，平静的脸上没有一丝动容，就像他根本就不记得在刚刚他抹杀了几十道生命一般。随后他处理了一下这方战场，在所有人都看不出一丝痕迹后，楚风又将那远古精灵的绿色长袍清洗了一番，在没有一丝血迹之后，楚风将它披在了身上，并且用易容丹药将自己的双眼变成了绿色，随后才身形一纵，继续向远古仙池深处游去。在经历过先前的事情后，楚风对远古精灵的印象大打折扣。他发现远古精灵为了可以独霸触发远古仙针的权利，竟然抹杀其他能够下潜到深处的种族，这种行为可谓无耻至极，令人发指。而这种行为也是增添了楚风触发那远古仙针的决心，他就是要打击远古仙池这种嚣张而不道德的企业。不过为免出现意外，楚风还是伪装成了一个远古精灵，因为他知道在这远古仙池内至少还有500多位远古精灵修炼，他无法确定在那500多位之中是否有着比他强大的存在。于是楚风身披绿色长袍缓缓下潜，途中他不断见到3、5成群甚至有着几十位聚集在的远古精灵在不同的水位修炼。这些远古精灵看到楚风后，只是平静地扫了楚风一眼，便闭上眼睛继续修炼，大多数连招呼都不打一下。而见他们没对自己出手，楚风也没有选择与他们发生冲突，而是继续下潜。只不过当楚风继续下潜的时候，那些远古精灵往往会再度睁开双眼看楚风一次，并且这一次他们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往往会夹带着些许羡慕，甚至是嫉妒。这种情况之下，楚风越潜越深，到的后来就连他也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虽然这压力不弱，却也是楚风能够承受的，但是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水位的远古仙池当真是寻常人所无法承受的。终于楚风的前方再次出现了一群远古精灵，这个数量很少，只有9位，可是按照楚风之前的计算来看，这9位应该是远古精灵此次进入远古仙池深处的最后9位才对，不应该是最后10位中的9位。若楚风猜的没错，还有一位远古精灵楚风没有见到，竟然能够下潜到这里来，应该是阿伦吧。在见到楚风之后，那9位同时睁开了双眼，看向楚风的目光中不免有些吃惊。见状，楚风并未否认，但也并未回答，而是默默地点了点头。阿伦果然是小一辈的天才，如此年纪就能来到这里，再修炼个几年，说不定你有机会下潜到最深处触发那远古仙针呢。其中一名男子以调侃的语气说道：阿伦的却是我南方领域近年来少有的天才，不过可惜啊，现在真正的天才可正在那最深处触发远古仙针呢。突然一个有些娇媚的女子开口了：是啊，和那位比，我们都显得太过平庸了，虽是同辈中人，但他的确强得有些可怕。这一刻其他8人皆是纷纷表示赞同。见状，楚风也是随流的点了点头。楚风已经听出他们所说的人一定就是那远古精灵潜入此处的最后一位，只是楚风没有想到那最后一位竟真的还在远古仙池的更深处，并且是这些远古精灵口中都颇为敬畏的存在。眼下既然他们在讨论那个天才，楚风倒是可以趁机了解一下那位，这也好让他有些心理准备。所以楚风并未离去，而是待在此处听他们继续交谈。这怎么能比？毕竟人家是来自王国的天才，在王国之中啊，都是我们同辈之中数1数2的存在，又何况和我们比呢？有他在，今年我南方领域的远古仙针应该会再次被触发吧？当然可以，除非除了仙坤大人之外，还有其他人族或妖族的人能够潜到仙池的底部，并且在那压力恐怖到极致的地方坚持的时间比仙坤大人还久，否则远古仙针必定会被仙坤大人所触发。哈哈，这样说来那就毫无悬念了，因为人族和妖族根本就不具备到达远古仙池底部的实力，应该说从古至今他们都没能潜入到最底部才对。突然这8位远古精灵一阵大笑，笑容之中有着些许兴奋，但也有着对人族和妖族的取笑之意。而这一刻楚风已经收集到了足够的消息，首先他知道那剩下的最后一位远古精灵叫做仙坤，他应该并非是此处的远古精灵，而是来自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才对，并且若是没有猜错，此刻他已经抵达了远古仙池的最底部，若是没有其他种族也抵达远古仙池最底部的话，恐怕那远古仙针就要被他所触发。分析之后，楚风不敢再停留，身形一纵便动身再行，只不过他并未继续下潜，而是向上方飞掠而去。阿伦，这么快就坚持不住了吗？还是年龄小啊？不过别急，再修炼2年，你一定可以在这个水位修炼。见楚风离开，那8位远古精灵之中传来了几声略含讥讽的声音，但是他们又岂会知道楚风向上游只是为了不打草惊蛇，他惊动了他们而已。在离开了这8位的视线后，楚风便绕开他们再度下潜，并且楚风的速度很快，因为他如今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远古仙池的最下方。终于楚风的前方不再是漆黑一片，视线渐渐变得清晰了一点点，而楚风也能够隐约看见他的下方已不再无边无际的水域，而是出现了久违的岩石与土壤。楚风知道这一定就是远古仙池的底部。这时楚风缓缓下落，可谓小心翼翼，但还未触碰到那深处的土壤与岩石，楚风便突然感觉一股吸力一拥而上，包裹住他的身体，随后开始吸收楚风的力量。但是在吸收他体内的力量之时，又有更为强大的力量灌输到楚风的体内，似是作为补偿。这种情况堪称神奇，但又让楚风心惊，毕竟那股力量来得太过突然，可是仔细观望也不过是寻常的土壤而已。无奈之下，楚风只得再度施展出天眼，
想要一观究竟，而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在那土壤与岩石之上，有着道道若隐若现、不易察觉的光芒体。那光芒体之内，含有无数复杂的符咒与纹路流淌其中，并且如同这样的光芒体，竟然数不胜数，有着无数道。而这些光芒体相互交织，形成了一道无边无际的大网，覆盖了整座远古仙池的底部。那应该是一座来自远古时期的阵法，一座充满了强大力量却又难以感知这究竟是为何存在的阵法。不过楚风知道，这座大阵应该与远古仙针，甚至是整个远古仙池有关，有点意思。光芒之中蕴含符咒，道道相连，环环相扣，此等阵法应该是极为厉害的一种，绝非寻常界灵师能够布置而出。若是我没有猜错，哪怕是你的天眼，也只是看到了这大阵一个粗浅的外貌，真正的轮廓你根本无法洞察而出。也许这远古仙池之中的力量，并非是形成于自然，而是人为。这一刻，沉默许久的淡淡也是忍不住开口了：人为。淡淡，难道你的意思是这座来自远古的阵法赐予了这远古仙池内如此浓郁的天地能量和修武一途的契机？楚风问道。只是猜测而已，虽然这种阵法我也是初次所见，但毕竟本女王了解的知识比你丰富，听闻的事情也是不少。我若没猜错，那远古仙针与这阵法本是一体，并且远古仙针的价值应该不弱于这阵法。淡淡说道。假如远古仙池的一切真的是这座阵法与远古仙针赐予，那么不管是谁留下这样的阵法，都是一位值得敬畏的存在。楚风想到布置此阵的人后，脸上不免多了些尊崇之色。这阵法既然对你产生了反应，那么说明你已经具备触发远古仙针的资格，只要继续待在此处，这座阵法迟早会被你触发的。不过现在可不止你一个人在此处，还有一只远古小精灵在这里，你打算怎么办？跟他耗下去，还是主动去对付他？淡淡问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若比他强，自然可以用手段对付他；我若比他弱，那就只能耗下去了。反正我在暗，他在明，我占据了绝对的主动权。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坏坏的弧度。不错，越来越有本女王的风范了。淡淡的嘴角也是浮现出了坏坏的笑意。主仆二人似乎想到一起去了。随后楚风隐藏气息，小心翼翼地向远古仙针的方向行去，因为他猜测那位远古精灵多半就在远古仙针的附近。靠近之后，楚风果然发现在远古仙针的一侧盘坐着一道身影，那个穿着打扮正是远古精灵。只不过这位远古精灵与其他的远古精灵可是有所不同，因为楚风发现他的胸口上竟然有着一个特殊的标志。那标志不易察觉，但是楚风却能看出那标志乃是特殊物质打造，并且应该意义非凡才对，因为只有他的身上有这个标志，所以楚风觉得这是独特的身份表示，也许那代表着他的出处，也就是远古精灵口中的所谓王国。但是眼下最让楚风有些意外的还是这远古精灵的修为，他在修炼，但却并未像其他远古精灵一样安静地盘坐在水中。他的修炼方式有些与众不同，不仅身体散发着淡淡的微光，还有磅礴的武力，搅动着水花，如同条条白色的蛟龙一般围绕着他旋转，万夫莫当，神圣无比的气势自他的体内散发而出，当真是气势磅礴，不同凡响。这家伙好厉害！楚风眉头微皱，眼中闪过一抹凝重。对方没有隐藏气息，所以楚风能够感觉到对方乃是五品武王，同辈之中能有这个修为，说是天才已不为过。但是最让楚风吃惊的却并非他的修为，而是他气息之中那股超过寻常人的霸道气息。那种气息拥有的人不多，但凡是拥有这种气息的人都非寻常人。楚风、淡台雪，包括江七杀几位师兄弟都有着这种气息，这代表着战力非同寻常。此子的确可列为天才之列，他施展的应该不是血脉之力，而是一种特殊的玄功。如此声势的玄功应该是竞技玄功，并且是一种品质极高的竞技玄功才对。楚风啊，这个家伙可不好对付啊，依我看他可要远在江七杀之上。淡淡笑嘻嘻的道。远古精灵果然非同小可，至少这位我现在还远不是他的对手。楚风点了点头，并且对远古精灵有了新的看法。他第一次真正的意识到远古精灵是一个恐怖而强大的势力。江七杀几兄弟抛开修为不谈，他们能有远超越同境界的战力，就说明他们是天才。咒土七子可谓名不虚传，而江七杀虽不是咒土七子之中最厉害的，但应该也是不弱的。不管他将来怎样，都是能够在咒土门那庞然大物之中有着一席之地的存在。而眼下远古精灵王国之中走出的一位天才，实力竟然就在江七杀之上，这足以证明远古精灵的强大，至少不弱于咒土门才对。不过在楚风来看，远古精灵就算不如万年之前的鼎盛时期，但也应该底蕴雄厚才对。莫说身为七世之一的咒土门，恐怕就连三府和四族也只能与远古精灵平分秋色。现在怎么办？淡淡问道。熬吧，不然有何办法？楚风苦笑着摇了摇头。对方这种实力，楚风的确没办法出手。不过他也没有在这里傻等，而是身形一转，开始在这远古仙池的底部徘徊起来。因为当落到底部之时，除了那远古阵法引起了楚风的注意，还有一样东西深深地引起了楚风的兴趣，那便是神秘生物。在这里，那神秘生物有着一个非常恐怖的量，若是能够将这里的神秘生物抓光，楚风说不定真的有机会突破到武王境。这种情况下，楚风便开始了疯狂的抓捕，在那武力显得极为不足的丹田不断被填满之际，不过时不时的他也会悄悄靠近远古仙针，观察一下那位远古精灵的情况。1日之前，那远古精灵毫无反应，显得很是平静，一边运转玄功，一边吸收此处的天地能量，修炼的不亦乐乎。但是1日之后，他便坐不住了，
会时不时的靠近远古仙真，或是敲打，或是细听，开始用各种各样的手段观察起来。到了第2日，他更是有些急了，已经无心修炼，而是双手负于身后，围绕着远古仙真快步走动，甚至开始喃喃自语起来。而听到他所说的话后，楚风与蛋蛋皆是忍不住偷笑。原来正常来说，在这远古仙池底部带上8个时辰就足以触发远古仙真，带上12个时辰，远古仙真就一定会被触发。如今2日时间已过，足足24个时辰，可是那远古仙真还未被触发，这自然让那远古精灵感到不解。不过楚风却知道为何远古仙真没有被他触发，因为在这远古仙池的底部可不止他一个，除了那远古精灵之外，还有一个楚风。看来我要小心一些了。看着那叫做仙坤的远古精灵快要抓狂的模样，楚风偷笑之余，心中却也敲响了一记警钟。楚风觉得这个远古精灵不是傻子，眼下已经过去了24个时辰，这远远超出了触发远古仙真的应有的时间，而眼下却迟迟未能触发远古仙真，只能说明一个原因，那就是除了他之外，还有人在此处。所以楚风觉得这位远古精灵可能很快就要在这远古仙池内疯狂的搜索到底是谁破坏了他的好事。对方的修为乃是5品武王，并且作为远古精灵内的天才，应该掌握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手段才是。哪怕此处无法动用精神力去感知一切，但是楚风也必须小心隐藏才是，否则只要被对方发现自己，以对方的实力，楚风恐怕就必死无疑，根本没有周旋的余地。不得不说，对于楚风来说，他恐怕要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因为他也无法确定对方是否能够在此处将他搜索出来。不过为了触发这远古仙真，在远古精灵的脸上抹黑，同时也为人类争取一份荣誉，楚风坚持留在此处。楚风选择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运用自己最强的隐藏手段，将自己隐蔽起来后，便一动不动了。时间一点一滴过去，就连楚风也是感觉有些难熬，因为他不知道那叫做仙坤的远古精灵什么时候会出现在他的附近，使用强大的手段侦查于他。不过令楚风想不到的是，足足几个时辰过去，那个仙坤还是没有出现，这让楚风不由得开始费解。费解之余，他决定放手一搏，主动去找那个仙坤，看看他究竟卖什么关子。而来到远古仙真之后，楚风终于再度看到了那位远古精灵，并且同时也是看到了让楚风有些哭笑不得的一幕。此刻，一阵阵刺耳的声音不断自远古仙真传出，原来是那位远古精灵正在拼命地轰击着远古仙真，一边轰击还一边大骂：“妈的，搞什么鬼？这么久了，无法触发你吗？可恶啊！连王国内的银针我都能触发，连金针我都差一点触发，在这里竟然触发不了你，你让我颜面何存？让我颜面何存？信不信待我成为武帝，做了将军之后，将你轰碎，让你万劫不复，永不复存？”此刻，那远古精灵已经彻底抓狂了，正在对着远古仙真发泄他愤怒的情绪。他当真是暴怒无比，因为楚风甚至能够感受到他那浓烈的杀意。总之，那远古仙真附近已经是被他搅得天翻地覆，惨不忍睹。这只远古精灵的战力还真是厉害，不过奈何是个白痴。楚风，你真是高看他了，居然还早早的做好了避开他的准备，没想到他根本就没打算去找你。见到这一幕，蛋蛋忍不住大笑起来，真的是哈哈大笑，笑得前俯后仰，不亦乐乎。因为他觉得这个叫做仙坤的远古精灵着实是太过好笑了，虽然是个天才，但同时也是个白痴，应该不是白痴，而是太过自负吧。这一刻，楚风也是苦笑着摇了摇头，他觉得能够修炼到这种地步，智商怎么可能会太低？只是因为他太自负了，自负到失去了理智，觉得除了他之外，根本没人能够到达这远古仙池的底部。所以，哪怕是他认为远古仙真出了问题，也没有想到有个楚风与他一同在这远古仙池的底部待着。妈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问题？对，问题肯定是出了问题，是你出了问题。我可能已经触发了你，但是你没有显示而已。也许你早已经在仙池之外释放了雷电，而我却还不知道。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的。也许此处的远古仙真与王国的远古仙真本就不同，触发远古仙真之后，远古仙真根本就不会有波动，而是直接在顶部释放雷电。对，是这样，肯定是这样。我真是糊涂，是我糊涂啊！一番暴怒之后，那远古精灵似是恍然大悟，竟然兴奋地大笑起来，一边大笑还一边拍着自己的脑袋。随后，他突然身形一纵，竟然飞奔而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离开了远古仙池的底部。你看，你快看，你看到没有？这个仙坤哪里是自负，这绝对就是一个白痴。听着那笑声渐行渐远，并且很快消失不见，蛋蛋笑得越发开心，还果断给这位叫做仙坤的远古精灵起了一个白痴的称号。而此时此刻，一直在远处心存戒备，默默注视着仙坤的楚风，则是满脑门子的黑线。不得不说，这一次楚风失策了，他不得不承认，他高估了这叫做仙坤的家伙，并且也着实被对方给雷到了。此刻，远古仙池的水面之上，一如既往，所有人都在修炼，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若真的说变化，那便是很多在远古仙池之内修炼的人都已经潜到了水面之上，并非不是他们不想继续修炼，实在是他们坚持不下去了。为了不出现意外，他们只得来到水面之上，不敢再在水中承受那恐怖的压力。不过，在远古仙池上方的茫茫雾海之中，却隐藏着数道身影，这些身影全部南方领土的当家长老，拥有着不俗的地位和强大的实力，几乎随便站出去一位，都是能够让这方区域颤上一颤，
斗上一斗的存在。而除了这些当家长老之外，就连南方领土的首领那位南方领主也在其中。他们目光凝重，紧紧地锁定着下方的远古仙池，一种不安的情绪开始散发而出。领主大人，这么久了，远古仙针还未被触发，而仙坤大人也没有出现，会不会是他太过逞强，出现了意外？一位当家长老担心地说道。应该不会，以仙坤大人的天赋，就算无法触发远古仙针，也应该不会出事才对。南方领主摇了摇头，可是他的眼中却有着无法掩饰的担心之色。突然，那平静的水面之上荡起一阵冲天的巨浪，与此同时，一道身影也如出海的蛟龙一般爆射而出，直接冲入茫茫白雾之内，来到了南方领主等人的面前。而见到这位后，南方领主皆是大喜，赶忙走上前去，说道：“仙坤大人，您总算出来了，见您没事，我也就放心了。有事？我怎么会有事？”仙坤摆了摆手，随后有些不悦地问道：“南方领主，这远古仙针应该已经被我触发了吧？你为何不想办法通知我，而是让我在仙池底部傻呵的干等？”而听到仙坤的话后，南方领主等人则是为之一愣，随后满头雾水地问道：“仙坤大人，您刚刚说什么？难道说你们这里的远古仙针并没有被触发？”见状，仙坤也是眉头微皱，意识到自己可能猜错了。“没有啊，仙坤大人，自从您进入远古仙池，我等便一直在此处观察，远古仙针并无动静，更别说触发了。”南方领主摇了摇头，竟然会这样？听得此话，仙坤也是一脸吃惊，不过随后他又叹息一声道：“南方领主，若是这样的话，那恐怕没人能帮你了。并非是没人能够触发这远古仙针，而是你们这里的远古仙针已经损坏了。”“什么？仙坤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是说我们南方领域的远古仙针已经损坏了？”听得此话，南方领主以及众位当家长老们皆是满面的震惊，与此同时，一抹不安之色也是狂涌而出。没错，定然是损坏了。远古仙针只要在底部8个时辰，自然便会被触发。可是我在仙池底部待了足足30几个时辰，却始终未被触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还用我说吗？你们南方领域的远古仙针绝对是损坏了，我敢保证。”仙坤一脸肯定的道。听得此话，南方领域的众人皆是面如死灰，尤其是南方领主，他的身体更是剧烈一晃，险些没有摔倒，显然是被吓得不轻。身为南方领域的领主，这里的一切都归他掌管，但是他很清楚，其实这里的一切都归国王掌管，他只不过负责看守此处而已。说句不好听的，他就是一个实力高超的守护者，但是在国王的面前，他也不过是一个下属罢了。而作为此处的领主，远古仙针与远古仙池便是他的一切。如今他所负责的远古仙针竟然出了问题，那么身为领主的他将背负重要的责任，定然要受到重罚才是。领主大人，这可怎么办啊？事实上，不只是南方领主担忧，此刻南方领域的众位当家长老们也都慌了。虽然这根本不管他们的事，也不知道远古仙针是怎么损坏的，可他们毕竟效力于此处，主子受罚，他们也是难辞其咎，都觉得自己是要大难临头了。仙坤大人，你真的能够确定远古仙针坏了？这种事情可不能儿戏啊！整理了一下慌乱的情绪后，南方领主再度问道：“千真万确？”仙坤一脸决然，神情冷漠，就如同他说的话不容置疑一般。而听到他的话后，南方领主以及众位长老都是彻底傻眼了。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此时此刻，在仙坤离开的远古仙池底部，正发生着另外一幕。楚风站于远古仙池的底部，一层又一层强大的力量不断向他的体内灌输。最主要的是，这种强大的力量引起了连锁反应。这隐藏在仙池底部的大阵正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并且不只是那座大阵光芒四射，就连那远古仙针也是散发着耀眼的荧光。最主要的是，远古仙针之上的古老符文此刻皆是散发出光芒，并且如同被焕发了生命一般，在急速的蠕动着。哈哈，果然那个家伙走了，你就触发了这远古仙针。楚风，你成功了，你成功的触发了这远古仙针。见到这一幕，蛋蛋激动的又蹦又跳，狂喜不已。只不过此刻的楚风却没有时间去想那么多，他闭着双眼，什么都不理会，而是全身心的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丹田之上，因为他能够深切的感受到此刻远古仙池那神秘阵法灌输给他的力量有多重要。这也许将是他能否突破到武王的关键。远古仙针被触发了，光芒由下至上开始逐渐变化，终于那变化来到了水面之上，并且直冲云霄。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你们快看，远古仙针竟然发光了，这是什么情况？难道说远古仙针被触发了？看着那先前还没有异样，但是此刻却是荧光闪闪，并且无数道符咒如同具有生命一般四下乱窜的远古仙针，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不管他们来自哪里，是人是妖，此刻都是赶忙腾空而起，不仅离开远古仙池，还向远处逃窜，生怕被这远古仙针的力量所波及。因为此刻的远古仙针不仅光芒四射，更是散发着一种古老、神秘、不容侵犯的神圣气息。眼下白雾之中的南方领主等人正因为仙坤的断言而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与忧愁之中。可是谁曾想，突然之间，那远古仙针竟让光芒四射，哪怕他们身在雾气之中，也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远古仙针此刻的变化。远古仙针是远古仙针被触发了，领主大人，是远古仙针被触发了。太好了，远古仙针并没有损坏，这种光芒，这种变化，不就是远古仙针被触发后的模样吗？看着那光芒四射的远古仙针，南方领域的众位长老都是狂喜无比，就如同掉入无尽深渊之后，又发现那是一个世外桃源一般，当真是激动的不得了。而连长老都这样，那南方领主
就更别提多兴奋了。只不过他毕竟是一域之主，虽然狂喜，但表现的却还算平静，不由得看向仙坤，说道：“仙坤大人，看来您失算了。我们南方领域的远古仙池并没有损坏，否则又怎么会被触发呢？”事实上，先前仙坤真的觉得这远古仙针一定是坏了，否则怎么可能不被自己触发？但是见到眼下的情况后，他也有些发懵了，因为这的确是远古仙针被触发的反应啊！反应迟钝，这难道不是损坏了吗？虽然觉得自己错了，但仙坤却不肯承认，不但不肯承认，反而还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对南方领主说道：“不过不管如何，你都要感谢我，若是没有我，这远古仙针又怎会被触发呢？这是当然，这是当然。”虽然仙坤的语气很不好，但是南方领主也并不生气，因为对于他来说，只要他远古仙针没有损坏就好。又何况多年没被触发的远古仙针，如今被触发了，这更是他一直以来希望的事。如今得偿所愿，他高兴得不得了。哪怕仙坤说多么难听的话，他都不会计较。久违的绿色雷电啊，你终于要再度驾临我南方领域了吗？我可真是想死你了呀！这一刻，南方领主仰头观望，目光紧紧地凝视着远古仙针的顶部，眼中布满了期望。事实上，不只是他，几乎所有远古精灵，包括人族和妖族的人，也都举头观望，期待着绿色雷霆布满天际的一幕。突然，一道刺耳的雷鸣自远古仙针的顶部爆发而出，使得整个虚空都是为之一颤。那声音实在是太刺耳了，不仅刺耳，简直震慑人心。几乎所有人都被那一声轰鸣所震慑到了。而就在那震动八方的雷鸣响起之后，一道耀眼的雷电猛然自远古仙针的顶部雷电而出。那雷电粗大无比，并且壮观不已，似是无数条雷电所化的巨龙，组成了千军万马，携带无可匹敌之势，征战四方。富于天际，那密密麻麻的雷电形成了一道天网，并且还在不断扩大。哪怕隔着茫茫白雾，人们也是能够清晰地看到他那无与伦比的威势。这一刻，所有人都被惊呆了，那睁大的双眼，张大的嘴巴，闪烁的目光以及颤抖的嘴唇，都彰显着前所未有的震惊与不可思议。因为此时此刻，那遮天蔽日自远古仙针释放而出的雷电，并非是绿色，而是金色。金色的雷电覆盖整个天际，形似万龙奔腾，声似万龙怒吼，声势骇人，震撼了所有人的心灵。但是此时此刻，最为让人们吃惊的却是那雷电的颜色，金色，竟然是金色。相传远古仙针被不同的种族触发，便会释放出不同颜色的雷电，人族为金色，妖族为红色，精灵为绿色。以往远古仙针每次被触发，释放的都是绿色雷电，这导致很多人都觉得那个传闻是假的。可是今日竟然释放出了其他颜色的雷电，并且是人族触发后的金色雷电，这叫人们如何能不震惊？金色雷电是金色雷电，成功了，竟然成功了！这么多年，我人族总算有人触发了金色雷电。短暂的沉默之后，城墙内外所有人类都是兴奋不已，爆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金色雷电这么多年了都没有人能够触发，今日竟然触发了，人们自然是喜出望外，因为这可以说是所有人类的荣耀。竟然是金色雷电，难道说是元清成功了？不过相比于他人，身心关的两位当家长老就是更为激动，因为在他们来看，既然远古仙针被触发，那就一定是他身心关的天才弟子元清所为。事实上，不只是他们这样认为，几乎那高高城墙之外的很多人都这样认为，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了元清的身上。不过当所有人族众人陷入狂欢之际，远古精灵们可就彻底傻眼了，尤其是南方领主，此刻他的情绪已经近乎崩溃。这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仙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你可以触发远古仙针吗？现在这又是怎么个情况？为何远古仙针释放的是金色雷电？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激动之余，那南方领主竟然一把抓住了仙坤的衣领，将他给提了起来，愤怒地咆哮着。他真的是怒了，愤怒得不得了，愤怒到顾不得仙坤究竟是何身份，是何实力。因为当那金色雷电释放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这位南方领主恐怕是要大难临头了。远古仙针这么多年来都未曾被人族或妖族触发过，而如今却在他的领土被触发了，这对于远古精灵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国王大人不会放过他的。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明亮。这一刻，仙坤也是有些慌了，不管他再怎么自负，但也清楚南方领主拥有着抹杀他的能力，对方尊崇他时怎么都好说，但是现在对方显然已是愤怒到抓狂的状态，他也不敢招惹对方，反而需要为自己开脱。明明什么？难道说在远古仙池的底部有人类潜入了下去，你也没有发现吗？南方领主质问道。仙坤哑口无言，因为他的确没有在仙池底部检查过，除了他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在底部徘徊？那个时候他自负地认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到达远古仙池的底部，但是如今他却发现他错了，因为远古仙针已经被触发了，并且还是金色雷电，这说明是人类触发的。而再想到先前他在远古仙池那么久，远古仙池也没有反应后，他已经明白了原因，那就是原来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人类也在远古仙池底部。不过很可惜，现在发现问题所在似乎已经有些晚了。可恶，竟然摆了我一道，我这就去把那个家伙揪出来，让他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后，仙坤也是一脸的愤怒，甩开南方领主的手后，便欲再度潜入远古仙池，想要将触发了远古仙针的人给揪出来。然而就在这时，远古仙池的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极为刺耳的怒吼，那个声音不仅响亮，并且威压十足，就如同那根本不是寻常之辈发出的声音，而更像是神明的怒吼，当真是震人心魄，让人对其又惊又恐。而当那个声音响起之后，那本平静的远古仙池
突然掀起层层冲天的浪花，而在那浪花旋转之间，竟然以远古仙针为中心，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那漩涡滚滚旋转，声势滔天，并且在那其中还隐隐间有着雷光涌动。那是什么？这一刻，所有人都不由得低下头来，将目光投向了远古仙池，因为他们能够看出远古仙池有着天大的变化，似是有什么东西要自远古仙池浮现了。终于，在众人的注视之下，5道雷电自远古仙池的漩涡之中爆射而出，围绕着远古仙针高冲而起，直奔青天。那是5道雷电，形态不同，颜色各异，分别是紫、金、蓝、红、黑5种颜色。但是这5道雷电与远古仙针此刻释放的雷电大网却又有所不同，它们蕴含的威严似乎更为神圣，更为凶猛。最主要的是，那5道雷电仿佛具有生命一般，不像是被远古仙针释放而出，更像是在单纯的顺着远古仙针奔跑。终于，那5道神雷奔走于远古仙针的顶部，这才脱离远古仙针。只不过，它们并未如远古仙针之上的金色雷电一般扩散开来，而是化作了5指巨大且凶猛的雷霆巨兽。当这5只雷霆巨兽形成之际，整个天际都是昏暗下来。虽然远古仙针释放的金色雷电还在，可是仿佛此刻天际之上的主宰乃是那5只雷霆巨兽，因为它们散发出的气息太可怕了，强到难以形容，仿佛这片天地根本就没有这么恐怖的力量一般。在这5只雷霆巨兽的面前，无论是远古精灵还是人族妖族，都有着一个相同的感受，那就是渺小。在5只雷霆巨兽的面前，他们是如此的渺小，渺小到如同尘埃一般，不值一提。那是什么？这一刻，所有人都被惊呆了，看着天空之上围绕着远古仙针奔腾的5只雷霆巨兽，人们又惊又恐，震惊无比，却又不知所措，因为这样一幕可与远古仙针以往被触发的情景不太一样。准确来说，这一次更为壮观，更为引人瞩目，让人叹为观止。最主要的是，那5只雷霆巨兽是那样的可怕，仿佛只要他们愿意，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将此处夷为平地，将他们所有人化为灰烬一般。那并不像是远古仙针释放的雷电，那究竟是什么？事实上，就连南方领主以及高傲的仙坤，此刻也是眉头紧皱，绿色的眼中布满了惊恐与不安，都被那5只雷霆巨兽给吓到了。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被那5只雷霆巨兽所惊呆之际，那5只雷霆巨兽先是发出一阵怒吼，随后巨大的身躯一转，在那雷芒四射之间，竟然再度又化作了5道神雷，宛如5条雷龙一般，围绕着远古仙针飞掠而下，最终掠入了远古仙池之内。当那5道神雷进入远古仙池之后，远古仙池的漩涡开始渐渐平息下来，漆黑的天际也是恢复了先前的光芒，就连远古仙针释放的金色雷电也渐渐消散。很快的，这方天地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只不过，在场之人却皆是盯着远古仙池，目不转睛，内心的震撼久久难以平息。而这一刻，站在远古仙池底部的楚风也终于是睁开了双眼，只不过在那凌厉的双眼之中，却闪绕着5种颜色的雷霆，并且就连楚风的气息也不再是简单的武力，而是充满了霸道的王级武力。楚风的修为已不再是9品武君，而是1品武王。楚风在触发远古仙针的那一刻，自那远古阵法之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竟然使他直接突破。哈哈，难怪你这家伙不理我，原来是突破了。怎么样？我看那黑色的神雷破体而出，又回到了你的体内，有没有掌握新的力量？淡淡也是颇为激动地问道。他真的没有想到楚风会直接突破到武王。要知道，虽然在这深处楚风捕捉到了不少神秘生物，可是实际上楚风突破需要的武力太多，哪怕是那些神秘生物再多，楚风也无法在3日之内捕捉到突破的量。本来淡淡与楚风都放弃突破武王的念头了，却没有想到竟在触发仙针的时候突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极大的收获。而对于淡淡的话，楚风并未回答，而是意念一动，雷霆铠甲便浮现而出。雷霆铠甲出现之后，楚风的修为瞬息从1品武王提升到了2品武王，并且如今楚风的雷霆铠甲与之前也是有所不同，如今的雷霆铠甲更接近实质性。只不过在那实质性的雷霆铠甲外面，还涌动着5种颜色的雷电，而之前只是4种，果然多了1种雷电。可是修为也只是提升1重，变化似乎不大呀。淡淡能够感受到楚风的修为，见雷霆铠甲已经变化，可是雷霆铠甲的作用却没有变化后，淡淡不由得撇起了嘴，在那绝美的小脸之上涌现出一抹郁闷之色。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再度意念一动，当他眼中的雷芒闪烁之际，他那雷霆铠甲的背部竟然延伸出2把雷霆大剑。那雷霆大剑延伸而出，随后又弯曲变化，最后竟然延伸出类似羽翼一样的形态。原来那并非是2把雷霆大剑，而是一堆雷霆翅膀。那雷霆翅膀非常的霸气，每一道都长达数米有余，比楚风的身高还要长出好几倍，并且形态也很惊艳。不但有5种雷霆相互交织，更是让周围的物体为之颤动。不过此刻最让淡淡吃惊的却是楚风的修为。在那雷霆翅膀出现之后，楚风的修为竟然再度攀升，从2品武王提升到了3品武王的境界。哈哈，果然掌握了新的力量，连续提升2重境界，这还像点样子。这一刻，先前还有些郁闷的淡淡顿时喜笑颜开，笑的那叫一个美。这还不算什么，这次突破我可是有着新的收获，也许这才是神雷真正到了力量。楚风说道。真正的力量，那是什么收获？听得楚风的话后，淡淡顿时眼前一亮，忍不住追问起来。此处不安全，换一个地方，我展示给你看。楚风微微一笑，随后身形一动，青龙一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远处飞掠而去。楚风并没有直接顺着远古仙针回到水面之上，而
而是在远古仙池的深处。向外掠去，因为远古仙针被触发了，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将目光集中在了远古仙池的中心区域，都在等待着触发远古仙针的人出现。这对于人族的人来说，绝对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对于远古精灵来说，恐怕就恰恰相反。见识过远古精灵手段的楚风，能够猜测到如今的他们有多痛恨自己。若是被他们知道是自己触发的远古仙针，恐怕远古精灵不会轻易的放过他。而若是远古精灵真的要对付楚风的话，恐怕就算楚风加入青木山那种庞然大物，也是难逃一死。因为远古精灵着实是太过强大了。好一些，避免发生意外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楚风做了好事不留名。他准备在远古仙池之内游到远古仙池的外围，然后悄悄离开，这样就没人知道是他触发的远古仙针了。楚风的速度提升到了极致，很快的便离开了远古仙池那远古阵法所覆盖的区域。离开那片区域后，那种恐怖的压力自然也就消失不见了。此处虽然仍处于远古仙池的深处，但已经远离人群。不过楚风却没有迫切的离开仙池，因为他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试他如今所掌握的全新力量。快给本女王看看神雷的真正力量究竟什么样。蛋蛋也是迫不及待的催促道。别急，这就给你看。楚风得意一笑，随后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凝重。他先是闭上了双眼，随后整个人的气息都是变得完全不同。雷霆铠甲和雷霆翅膀还在他的身上，但是两者之上的雷霆却是发生了变化，一种更为恐怖的雷霆正在楚风的体内酝酿。突然之间，楚风猛然睁开了双眼，而这一刻，自楚风的体内5种神雷化作了手指长短雷蛇，如同利剑一般，以楚风为中心向四面八方爆射而去。这一刻，这方水域不再安宁，因为那神雷所过之处，万物皆灭，就连这蕴藏着天地能量的仙池之水，也在那神雷经过之际瞬息蒸发。恐怖的杀伤力在这仙池深处悄然上演，恐怖的神雷简直无坚不摧。就连远古仙池地表那被赋予了结界的特殊岩石，此刻也是被那道道神雷给炸得火星四射，上下纷飞。神雷的威力简直强到可怕。只不过这神雷虽然威力绝伦，但是每道神雷最多射出100米便会消散，甚至短的射程不过几米。如此短的射程，就算威力再强，但若是无法击中对手，那也将是没有用武之地。不过射程短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楚风释放出这神雷之后，本是面色红润精气十足的脸上瞬息变得苍白如纸，没有了一丝血色。而那凌厉的双眼之中所涌动的5种雷霆，也是随着楚风释放的神雷消散而一同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满眼的血丝和无神的目光。这一刻，楚风的气息弱得有些吓人，不仅是气息急速下降，就连楚风的身体也是有些不受控制。身上的雷霆铠甲和背后的雷霆翅膀瞬息不见，就连脚下的青龙极星术也是随之消散。而楚风的身体也失去平衡，竟在水中漂浮而下，最后摔倒在了仙池底部的岩石之上。楚风，你怎么了？你没事吧？见到这一幕，蛋蛋也是吓坏了。他能够看出，那神雷虽然力量恐怖，不过楚风显然还没有彻底掌控。最主要的是，楚风只是刚刚释放一点点，身体就已经超出负荷，遭受了神雷的反噬，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只不过奈何蛋蛋再如何呼喊，却也得不到楚风的回应，因为眼下楚风已经失去了意识，陷入了昏迷之中，并且他的气息还在急速下滑，越来越为虚弱。楚风，醒一醒，快醒一醒！可恶，怎么会这样？眼见楚风已经支撑不住了，蛋蛋也是彻底慌了。无奈之下，他只得咬了咬牙，准备动用禁忌的力量，牺牲自己，强行释放出他独有的力量，来为楚风疗伤。然而就在这危机时刻，在仙池的不远处，却是传来一阵波动。那是一阵水流，但却并非寻常的水流，竟夹带着淡淡的绿光。那水流飞速而来，在楚风的上方停下，随后又飞掠而下，宛如衣裳一般，将楚风包裹在了其中。在那绿光水流的包裹下，不仅楚风的气息开始恢复，就连在楚风界灵空间内的蛋蛋也是感觉到了一阵暖意。这是什么？这一刻，蛋蛋打消了动用禁忌力量的想法，因为他能感觉到有一股柔和的力量正在为楚风疗伤。这股力量很强，很管用，只不过因为楚风陷入昏迷，蛋蛋又无法破体而出，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柔和力量正在替楚风疗伤。而就在楚风昏迷的几千米外的水中，则是漂浮着一道小巧的身影。这是一个小女孩，那明亮的双眼、乌黑的秀发以及白皙若雪的肌肤，正是先前在仙池之外楚风从身心关弟子手中解救下的小女孩。只不过此刻的小女孩却与先前有些不同。突然，小女孩瞳孔一缩，她那明亮的双眼竟然开始变化，不仅双眼从黑色变成了绿色，就连秀发也是从黑色变成了换个。一对尖尖的耳朵也是自那金黄色的秀发之中浮现而出。除了眼睛与秀发的颜色，还有耳朵的形状发生变化后，女孩的容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是一种与众不同，宛如仙子一般的气质却自其体内散发而出，将这个小女孩衬托得极美。人族倒是有些让我刮目相看了。这个小女孩看着楚风，双眼微眯，甜甜一笑。虽然样貌发生了变化，但那种调皮的气质却似是刻在骨子里的。说完这句话后，她身形一动，周边便出现了道水纹，而这一刻，小女孩的身影已是消失不见，就如同没有出现过一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对于楚风在远古仙池内的所作所为，没人知晓。此刻在远古仙池的中心地带，所有人都浮空而立，紧紧地凝视着那平静的仙池。仙池平静了已经有好一会，
而他们这样凝视也有好一会了，可是却没有人敢擅入其中，就连那仙坤也是不敢。毕竟先前远古仙针被触发的情景，着实太过惊世骇俗，尤其是那5只雷霆巨兽，仿佛拥有毁灭一切的力量。所有都意识到，这一次的远古仙针被触发与以往不同，所以哪怕远古精灵也不敢掉以轻心，不敢轻易下水。不过，人们又希望那触发了远古仙针的人快速现身。所有人都想知道，究竟是谁触发了远古仙针，创造了这样惊人的壮举。看，有人出来了！突然，有人大喊一声，而这一刻，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因为那远古仙池的确有一道身影，正在快速的飞掠而来。看着那向水面急速而来的身影，所有人的将心脏提到了嗓子眼，紧张的不得了。他们知道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将要发生了。终于，那水面之上荡起一阵冲天的水浪，随后一道身影自远古仙池之中浮现而出，而这个人却并不是楚风，他身穿身心观弟子的服饰，原来他是身心观的天才弟子元清。元清师兄，果然是你！哈哈，我就知道能够触发远古仙针的一定是元清师兄。见到元清，身心观的众人顿时大喜，不但欢呼不止，更是飞掠而下，在水中将元清团团围住，随后高高抛起，以示庆祝。元清真的是他做的，他果然是一个天才，竟然真的成功触发了远古仙针，这可是我人族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他的名字将要被记于史册，所有人都要记住他为我们争来的荣誉。事实上，不只是身心观的人大喜，几乎此刻在场的所有人族，甚至是妖兽们也是激动的不得了。只不过相比于他人，青木南陵的公分长老和弟子们可就眉头微皱，眼中涌现出隐隐不安了。虽说人族触发远古仙针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可是这个人若是元清的话，可就有些不同了。毕竟元清之前与楚风发生过矛盾与冲突，他若得势，那楚风岂不是将要遭殃？换句话说，青木南陵恐怕也要承受不小的压力。你们这是怎么了？然而就在众人欢呼雀跃，认为元清是他们的英雄之时，元清却是一脸的迷茫，很是不解的开口了：元清师兄，难道你还不知道吗？你已经成功的触发了远古仙针，远古仙针已经释放过金色雷电，覆盖了整个远古仙池的上空。何止啊，传说中的金色雷电外，还出现了5道没有记载过的雷电，那雷电仿佛拥有生命一般，竟然在天际奔腾，简直是壮观无比啊！身心观的众位弟子兴奋地说道：果然是远古仙针被触发了吗？听得此话，元清眉头微皱，内心开始翻腾起来。因为秦广去追击楚风，一直未曾返回，他害怕秦广出现意外，所以他便一直等候秦广。等候之时，他闭目修炼，当远古仙针被触发的时候，他也是感受到了波动。那个时候他便知道发生了变故，可是想到本在仙池深处修炼的远古精灵都已经离开了，唯有秦广和楚风没有出现，元清便有些不安，不敢轻易的出来，所以他又等了一阵。可是越等他越是不安，他不知道秦广是已经出世了，还是已经离开了。想到3日时间已经快到了，他最终还是从仙池之内出来了，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出来后会是这样一幕。原来先前的波动是远古仙针被触发了，并且看样子还是人族触发的。而眼下看到众人那激动的模样和敬畏的目光，很显然他被认定为触发了远古仙针的人。虽然他知道远古仙针不是他触发的，因为他根本无法到达远古仙针的底部，可是想到触发远古仙针是他的梦想，触发远古仙针能带来的荣耀与好处后，他当真希望远古仙针是被他触发。而如今偏偏众人又认为是他触发的，他自然当仁不让。于是他整理了一下思绪后，迷茫的脸上浮现出了自信的笑容，极为得意的点头道：没错，是我触发的。他此话一出，人群顿时沸腾了。虽然人们已经确定元清就是触发远古仙针的人，但是却也不及元清亲口承认来的刺激。很显然，这一刻元清已经成为了人们眼中的英雄，不仅身心观的人呐喊欢呼，就连非参心观的人也是鼓掌助威，替元清叫好。然而就在人们都确定是元清触发了远古仙阵的时候，那些进入过远古仙池的远古精灵们却是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是他？怎么可能？这个家伙我在仙池内见过，根本没有潜入远古仙池的底部，连我等潜入的水位他都没有达到，一直在远古仙池的中部徘徊而已。虽然他没有进入远古仙池的底部，但的确是今年在仙池之内潜入深度最深的一个人类。若要说触发远古仙针，的确是他的可能性最大。不可能，远古仙针只有到达底部的人才能触发，他距离仙池底部那么远，怎么可能触发？这一次远古仙针被触发，本就与以往不同，何况你就能够保证远古仙针真的要在底部才能触发吗？你能确定人族触发远古仙针的条件与我们远古精灵一模一样？那些见到过元清的远古精灵们争论不休，可却也没有人能够确定不是元清触发的远古仙针。无奈之下，就连远古精灵也不得不认定就是元清触发的远古仙针，因为除了元清之外，他们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了。真是不公平！我在远古仙池底部待了那么久，都未能触发远古仙针，他在那种水位竟然能够触发远古仙针，并且引起了从未有过的雷电异响，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此人根本就不配拥有如今的荣耀，因为他根本就不配触发远古仙针。相比于他人，仙坤此刻更是愤怒不已，他实在是太不平衡了，不平衡到杀意丛生，越聚越浓。终于他脱口而出：我要杀了他！那恐怕不行。然而就在仙坤准备动手之际，一道甜美而稚嫩的轻灵声音突然自人们的身后响起，回头观望，所有人都是不由一愣，随后赶忙一同施以跪拜大礼，说道：拜见公主大人。原来这位来者就是远古精灵，来自王国之中的公主，而这位所谓的公主
就是之前偷到身心官弟子丹药后被楚风解围的小女孩。起来吧，起来吧，动不动就跪，你们累不累啊？精灵公主此刻御空而行，蹦蹦跳跳，背着小手，一脸顽皮状的来到了南方领主以及诸位当家长老还有仙坤的面前。公主大人，那个叫做元清的废物根本不配触发远古仙针，他触发了远古仙针，是对我远古精灵的侮辱，不能留着他，请你准许我杀了他，除掉这个污点。仙坤请求道。南方领主，这件事你怎么看呀？精灵公主眨巴着大眼睛，一脸没有主意的看向了南方领主，那个样子就像是一个孩子方寸大乱后请求成年人的帮助。公主大人，仙坤大人所说不无道理，这个污点不能留啊。犹豫一番后，南方领主说道，那你们是准备将这南方领域里里外外几亿人都杀得干干净净吗？精灵公主微眯着双眼，笑嘻嘻地问道，你们当我远古精灵是什么？是刽子手还是屠夫？然而被精灵公主这么一问，所有人都有些无言了。有些事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的远古仙针不是没有被人族触发过，万年之前人族的清玄天就曾触发过王国的远古仙针，并且那不是普通的远古仙针，而是我王国内的金针。那金针有多么难以触发，想必仙坤你应该最为清楚吧。突然精灵公主笑眯眯地看向了仙坤，被精灵公主这么一看，仙坤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道，属下清楚，不用自卑，不只是你，我远古精灵自古以来能够触发金针的精灵屈指可数，因为触发金针本就不是寻常之辈能做到的。精灵公主意味深长的一笑，颇具几分讽刺之意，随后继续说道，但是人族的清玄天却做到了，如果说只要是其他种族触发了远古仙针，对我们来说就是耻辱的话，那么这个耻辱在万年之前就有过了。你们想抹除污点，恐怕只杀掉这里的几亿人还不够，你们要杀掉五只圣土的所有人了，因为无论是人族或是妖族，老人还是小孩，五只圣土的所有人都知道，万年之前人族的清玄天击败过我远古精灵。精灵公主同声同音，不管她说了什么，但这就是一个孩子的声音。但是她的这番话落下之后，在场的所有远古精灵都是低头不语，他们不仅无话可说，脸上还尽是尴尬之色。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那好，那你们说，想要抹除我远古精灵的污点，是不是要将整个五只圣土除了我远古精灵之外的所有生灵都灭掉？见众人不语，精灵公主再度质问道，只不过此刻她的语气已是从笑意转化为了冷漠，甚至充斥着隐隐威严。我们南方领主等人始终低头不语，因为真是无话可说。毕竟精灵公主说的是事实，清玄天击败过远古精灵，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已经载入史册，根本无法更改。而若真要说耻辱，这绝对是他远古精灵最大的耻辱，但却是他们无法改变的耻辱。别说他们不能回不到万年前，就算回到了万年前，以他们的能耐能做什么呢？连远古精灵的先祖级人物都不是清玄天的对手，他们能灭掉清玄天，恐怕清玄天随便放个屁都能把他们这种角色崩死一大片。公主大人，清玄天乃是人族万年之前的最强者，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那元清怎么能与清玄天比？突然仙坤开口了，他可以不杀元清，但是却不会承认元清是一个比他强的存在，因为他能够确定，无论现在的修为还是未来的潜力，那元清都无法与他相比，他一根手指头就能将元清按得魂飞烟灭，所以他非常的不服气，不服气他都没能触发远古仙针，可是元清却做到了。我有说过那个叫元清的家伙能与清玄天相比吗？精灵公主反问道。元清无言，精灵公主的确没有说过元清能与清玄天相提并论，虽然元清无法与清玄天相比，但不代表人族之中就不会再出现第二个清玄天。你们最好收起那藐视他族的心态，因为你们未必就比其他种族强，轻视他人可是会吃大亏的。该说的我已经说过了，今日来到南方领域的所有人，我都希望他们能够安然无恙的离开，日后是生是死都最好与我远古精灵无关，尤其是你仙坤，最好不要做我不希望发生的事，否则我会让你后悔的。精灵公主对着仙坤说道。看着精灵公主那美丽动人但却蕴含特殊含义的目光，仙坤不由身躯一颤，倒吞了一口口水，甚至只在这一刻他的冷汗就流了下来。事实上不只是他，就连南方领域的领主以及诸位当家长老，这些修炼了几百年的老妖怪，此刻也是面色凝重，眼中尽是不安。外人不知道这精灵公主是什么角色，但是他们可是非常清楚，精灵公主如今只有12岁，无论是年龄还是容貌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从外表来看，她的确是漂亮的有些过分的孩子，但是精灵公主却又与寻常的孩子完全不同，虽然贪玩的本性难改，但是她却有着极为成熟的思维。最主要的是，这位精灵公主体内还蕴藏着他们所不具备的可怕力量，所以这导致精灵公主虽然年纪轻轻，但在王国之中的地位非常之高，几乎少有人能与她比拟。公主大人放心，属下明白你的意思了，绝对不会让他们出现意外的。沉默片刻后，南方领主保证道。南方领主也放心，这件事我会向父王说明，相信他不会难为你。精灵公主笑着说道。属下拜谢公主大恩。听得此话，南方领主顿时大喜。虽然此次远古仙针被人族触发，这是大祸一件，但若是精灵公主真的肯替他求情，那么也许他真的能够幸免。毕竟公主是远古精灵国王最喜爱的孩子，甚至被誉为远古精灵的希望，她的话非常的有分量。属下拜见公主大人、仙坤大人、领主大人、诸位长老大人。而就在这时，突然几位远古精灵来到近前，跪拜施礼。放肆！这种地方也是你们能来的吗？公主大人，是你们能随便靠近的吗？然而面对那几名远古精灵的到来，
南方领域的当家长老却是有些动怒。远古精灵规矩很重，身份低位的精灵是不允许随意靠近身份高贵的精灵的。而这里不止他们南方领域的高层竟在，就连公主大人都在，的确不是这些远古精灵的小辈能够随意靠近的。长老大人，请原谅晚辈的无礼，只是晚辈的确是有要事要向领主大人禀报。那几位远古精灵战战兢兢地说道。什么事？说吧。南方领主问道。我们此次进入远古仙池的精灵之中，83个迟迟未能出现，如今音讯全无，我们害怕他们是遭遇了不测，所以还请领主大人定夺。那几位异瞳精灵说道。竟有这种事，可有再入仙池寻找？南方领主问道。不用找了，那83个远古精灵已经死了。精灵公主说道。什么？死了？公主大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听得此话，莫说南方领主，几乎在场的所有远古精灵都是面容大变，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83位远古精灵会死。要知道远古精灵的特殊身份，在整个五之圣土都少有人敢动他们，而如今竟然有远古精灵在自己的地盘死了，这绝对是让人难以接受，也是无法容忍的事。的确死了，不过却是他们咎由自取，是他们想动手杀掉人家，不过却技不如人，被人反杀而已。他们品性太差，活着也只会为我远古精灵抹黑，死了倒是一件好事。所以南方领主，此事你就不要追究了。精灵公主说道。公主大人，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此事属下绝对不会追究，不过属下想知道究竟是谁敢杀我远古精灵？可是那叫做元清的小子，南方领主问道。他还不具备那个本事。精灵公主淡淡的笑道。不是元清。听得此话，南方领主等人再度一愣，因为他们能够听出公主的话中之意，很显然杀他们远古精灵的事另有其人，此人修为应该在元清之上，却又如此神秘，那很可能远古仙针就并非是元清所触发，而是那位神秘的人所触发的。这一刻他们真的很想知道那人究竟是谁，不但触发了远古仙针，还敢杀他远古精灵。不过见公主的那个模样，显然是不愿坦白，所以他们也是不敢多问。毕竟精灵公主今日的举动有些反常，他们都能看出来，公主是认识那个人的，并且有意要庇护那个人。公主要庇护的人，他们哪里敢乱动，所以只能就此作罢，在心中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却又不敢去寻找答案。